老铁们，咱们往前看，像这样的直角转弯，很多的新手朋友啊，总是判断不好咱们车头和前方障碍物的距离，一个不注意就可能说发生剐蹭，对不对？再看一下，我们已经安全的通过了。你想知道暴弟是如何精准的判断咱们车头和前方障碍物的距离吗？那么今天暴弟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技巧，也就是说利用我们这个 A 柱和这个挡风玻璃这个夹角去判断与前方障碍物的距离。用好这个点位以后，不管你是转弯也好，还是说会车也好，都能够轻松的判断我们左右车头角与障碍物的距离。新手学会以后，能够有效提升你的车感。接下来暴弟分5种用车场景来给大家演示。好，我们就用第一视角来看一下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到的场景，就是说当我们前方停有一辆车时，我们可以用 A 柱夹角去判断我们拐弯时的一个时机。那么我们就慢慢往前开，盯住我们左侧 A 柱这个夹角。当我们能够在左侧 A 柱夹角看到前方这个障碍物的接地缝时前方此时是一辆车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此时就盯住前方车辆的轮胎。当我们能够在左侧 A 柱夹角看到前方车辆的轮胎时，此时我们车辆距离前方车辆大约 2.5 米左右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停车，此时我们方向盘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，都可以安全的拐过去。那么现在暴弟下车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车辆和前方车辆的一个距离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此时我们车辆距离前方车辆大约是不是2米多的距离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距离完全足够我们打方向盘去拐弯。现在暴弟回到车上就把我们来实验一下。我们现在把方向盘朝左打满。好，我们回到车上以后我们把方向朝左打满，然后我们来实验一下，看看我们究竟能不能安全的拐过去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说有些老铁坐在车内，觉得我们右侧车头角快要和前方这辆蓝色的车快要碰到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这都是一个视觉误差的原因。我们车头角此时距离前方的车辆大约还有不到1米的距离，50厘米左右。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不放心的话，我们就再下车去看一下这个距离，看一下我们右侧车头角和前车的距离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刚好不到1米左右，对不对？那么此时我们不动方向我们可以安全的拐过去。现在回到车上，我们再来往前开。坐在车内都是因为视觉误差的一个原因，导致我们坐在车内总感觉过不去，快要碰到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前方的距离还要很远，我们只需要不动方向，按照刚才暴弟给大家所说的这个点位，都可以安全的拐过去。大家看一下，已经安全的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大家能够用到的第二个场景，就是说左侧会车时。此时大家来看一下，这个过道算是比较狭窄，对不对？我们通过，如果说你不会判断我们左右两侧的距离，那么很容易发生剐蹭。那么就像这种情况，其实我们一样可以用到左侧 A 柱这个夹角。我们先慢慢的往前开，盯住左侧 A 柱的夹角。当需要会车时，我们就观察左侧 A 柱夹角。当我们能够在左侧 A 柱夹角看到左侧车辆完整的一个大灯时，就像这种情况，大家看一下，左侧这辆白车它的大灯在我们左侧 A 柱夹角能够完整的看到，对不对？并且高于我们左侧 A 柱夹角。那么此时我们通过就是安全的。我们来实验一下，不动方向盘，直着往前开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已经安全的通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左侧的后视镜大家来看一下，我们距离左侧这辆车是不是还有非常安全的一个距离？现在暴弟下车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，我们会车是不是非常的安全？至少大概还有一个30公分的安全距离，对不对？不用担心会发生剐蹭。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在左侧 A 柱夹角看不到完整的大灯，也就是说它的大灯已经脱离了咱们左侧 A 柱夹角往右走了。这种情况，现在暴弟再倒回去给大家演示一下正常情况下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在左侧 A 柱夹角能够看到这个完整的大灯，它就在左侧 A 柱夹角。什么叫做夹角？也就是说贴近左侧 A 柱，也贴近左侧挡风玻璃下角，这叫左侧 A 柱夹角。那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大灯它往右边走了，或者说
它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，看到一半，那么我们通过都不是安全的。现在暴弟来给大家做一个反面教材。就像这种情况，你发现前方需要会车的车辆，它的大灯已经到右边了，对不对？已经脱离了左侧 A 柱夹角，它就相当于已经脱离了左侧 A 柱夹角，往右边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像这种情况，我们通过绝对会发生剐蹭。现在暴弟下车给大家看一下两车之间的距离，大家看一下，此时两车已经是重叠的状态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通过肯定会碰撞，所以说我们会车时要观察前方需要会车的车辆，它左侧的大灯是否在我们左侧 A 柱夹角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往后倒一下车，就像这种情况它刚好出现在我们左侧 A 柱夹角 ，A 柱挡风玻璃夹角，对不对？我们通过直直的通过都是非常安全的。好，已经安全的通过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镜，对不对？那么左侧我们学会以后，接下来学一下右侧。我们就以右侧这辆白车为例就当他们是我们会车，对不对？因为前后灯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就盯住右侧右侧 A 柱这个夹角。会车的时候，当我们能够在右侧 A 柱夹角看到旁边车辆完整的一个大灯时，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已经安全通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安全的。我们再下车去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会车距离是不是非常的安全呢？接下来第三个能够用到的场景，就是说我们走在人车混行的路段时，很多的朋友判断不好咱们车辆与行人的距离，遇到人的时候就不敢走了。其实同样的，我们可以利用车辆左侧 A 柱的这个夹角去判断与前方车辆或者说行人的距离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前方的行人我们往前开的同时，它在我们左侧 A 柱这个夹角延长线以外时，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。像此时行人已经在我们这个左侧 A 柱夹角延长线以内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往前走肯定会碰到前方这个行人，所以说我们就要把方向朝右打一点，先往回倒一点。好，我们让这个行人保持在我们这个 A 柱夹角延长线以外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此时这个行人和我们这个 A 柱夹角重合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就这样直着往前开，通过肯定是安全的。好，我们此时已经安全的通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我们下车看一下我们车辆和这个行人的距离到底有多远。好，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车辆距离这个行人至少还有1米左右，通过非常的安全，对不对？那么接下来第四个用车场景，就是说我们往前看的同时，前方有一个马路牙子，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遇到这种马路牙子需要转弯时，如何判断我们车头和前方马路牙子的距离，避免剐蹭呢？其实我们一样可以用到左侧 A 柱夹角，然后呢慢慢的往前开，盯住这个夹角当我们在左侧 A 柱夹角能够看到马路牙子接地缝时，也就是说在我们 A 柱夹角能够刚好看到这个马路牙子时，大家看一下，往前看引擎盖已经遮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左侧这个 A 柱夹角能够看到，那么此时我们车辆距离前方这个马路牙子大约也就2.5米左右，这个距离和我们暴弟第一次说的和车辆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它大概都是一个接地缝的距离。我们下车去看一下我们车辆和前方路牙子的距离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其实差不多，对不对？2米多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方向盘朝左或者说朝右打满，都可以安全的通过。现在上车去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把方向盘朝左打满，然后呢往前开。记住拐弯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，因为我们转弯的速度会影响我们转弯的半径，你速度太快就可能说我们的车辆剐蹭到这个路牙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已经安全的通过了。那如果说我们需要拐弯的同时，前方是一面墙怎么办？大家看一下，前方有一面墙，我们就用这面墙继续来实验一下。其实他们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，都是我们在左侧 A 柱夹角看前方的墙面的接地缝，然后呢慢慢的往前开。当我们能够在前方
左侧 A 柱夹角看到这个墙面的接地缝，也就是说这个墙和地面接地的部分，能够刚好看到这个地方时，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咱们拐弯的一个时机了。此时咱们把方向盘朝左或者说朝右打满，一样可以安全的拐过来。我们来实验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已经安全的拐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最后一点就非常重要了。虽然说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利用这个 A 柱这个夹角去判断咱们左右两侧的距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注意这个 A 柱啊，它距离我们驾驶员特别近，对不对？就在我们脸前有一块，它开车的过程中盲区是非常大的。你比如说咱们车子啊，现在是在车位上停着，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在一个倒车入库的车位上停着。现在啊，如果说你上车以后，你想要左转弯或者说右转弯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啊观察，直接启动，直接把方向盘就拐过来了。但是呢，大家看侧身看一下 ，A 柱的后方站了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被这个 A 柱遮挡的严严实的，你根本看不到。那如果说你上车以后没有观察，直接就走的话，那是不是就可能说发生事故呢？那么这个 A 柱它不仅仅可以遮挡住一个人，可能说它会遮挡住一个电动车，或者说一个电线杆、一个路灯杆、一棵树，甚至一辆车都能遮挡住。所以说我们想要拐弯的同时，一定要侧身观察一下 A 柱后方的情况，确定安全以后再去通过。那么以上暴力给大家分享的这几点呢，只要你学会以后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可以用到的。只要我们能够用好这个 A 柱，就能够有效提升你的车感，新手也能变成老司机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分享给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。暴力不求点赞，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闪离事故，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。